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以下有几句网络幽默的话语：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没有情绪就不会被勒索，没有钱就不会被诈骗，没有期待就不会有伤害。这在人们看来或许是好玩幽默的玩笑话，但在阿吴看来，这些话放在修行而言却是金玉良言呢。阿吴跟你说一个似非而是的观念，乍听之下好像很荒唐，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洞见。你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痛苦与忧愁？你的修行为何进步缓慢或停滞不前呢？因为你对于事情的结果有过分且执着的期待。是的，你没有听错，你需要把期待减到最低。只要你还执着期待事情的结果，你的人生最后会失去了活泼有趣，会失去了生命力。你会累积了太多负面能量，把生命变得有如一滩死水般阴沉沉的。这和人类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观念非常的不太一样。在这个星球，人们被教导任何事，包括学习，包括人际关系，都要以目标为导向。读书学习是为了考试、升学，交朋友是为了得到认同与不孤单，结婚生小孩是为了家庭与社会的期待，工作是为了赚钱，修行是为了得到心灵的抚慰与灵性的提升。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一种功利个人主义的目的。人们在孩童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享受当下的。在人们从小孩长大之后，开始被教导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目的性。有了目的性，在你做一件事情时，就会开始期待结果是否和你想达到的一致。这并没有不好，但是当你太过执着于结果，人们就会慢慢的失去或遗忘做这件事情的真实意义。只要发展到这个阶段，那么不管结果是否和你期待的一样，你都会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喜欢、好玩、有趣、向往而去做一件事情，去欣赏事物。人们变得充满各种个人的目的性去做许多事情，这样的人们会快乐吗？你只要看看你身边的成熟又懂事的大人们，看看他们是否是快乐的还阴郁的，看看他们是否是单纯的还是复杂的算计心思，就知道答案了。人类现今的主流教育养成就是从快乐到不快乐，从活泼到忧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只注重结果，一切都是结果导向的，尤其是在东方华人的教育系统。这些期待与目标导向，在这个星球上当然都无可厚非。若要叫你放下对生活的这些期待，似乎有点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但阿吴请你反思一下，就是因为你有这些过于执着与僵化的期待，才让你这么痛苦和无法挣脱那纠缠不清的情节与剧情。因为人们太注重太强调结果了，
以至于忘了要全身尽情的投入，以至于忘了过程的享受与感受才是生命活着的重点。所以不期待就没有伤害是对的。这听起来是黑色幽默，听起来是人生不如意、愤世嫉俗后所说的话。但即使是愤世嫉俗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他们还是做不到不期待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太期待结果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我并不是出于失望与愤怒才说出这样的话，阿吴是出于对于生命的洞见，以及出于爱才这么说的。出于恨与出于爱都讲出了不期待就不会有伤害，外表看起来一样，但意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大家要分清楚这之间的差别。就像一个佛和一个白痴，他们的行为和话语都有很类似的地方，他们都看起来无所事事，看起来都没烦恼，但内涵与层次是决然不同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不期待它的结果，你会是开心的、投入的、享受的。不期待结果，不代表你不在乎、不努力，不代表你是失望与悲观的，而是代表你以一个全新开放的心态，以更包容的心胸看待这件事情。一个小孩来到了游乐园，他只想快乐尽情的玩耍，他不会去计较一定要每个游乐设施都要玩过几次以上才回本，才符合所谓的利益，但大人会这么做。就像大人们到吃到饱的餐厅，总是一心只想吃够本，挑最贵的食材来吃，往往吃到肚子不舒服又想吐。当然，这也和制度设计的游戏规则有关。人类的许多制度设计规则就是以最后的成果来定义你是否成功或失败。享受过程人人都会讲，但真的要做到并不容易，这需要去有意识的练习。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灵性的修行、修炼上。说要不期待修炼的成果太难了，或者几乎不可能。但也正是你太过期待修行的成果，太过期待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悟道，以至于你在修炼的当下无法全心全意地去投入。当你的头脑还在想着最后的修行目标，你就越不可能去达到它，因为你已经远离了当下，远离了此时此刻的专注与存在。而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你全心全意地处于此时此刻的当下。这对于修行者而言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在世俗、现实社会的许多事情，你可以期待做了 A 练习就可以达到 B 的成果。虽然你过分追求成果会让你变得不快乐，失去生命的活力，但你还是如愿可以达到 B 的成果。但放在灵性修炼上，若想要达到一定的成果，你就无法用人类社会的做了 A 练习就可以达到 B 成果的这种心态。不是说你不用做 A 的法门练习，而是你在做 A 的法门练习的时候的当下，你需要忘掉、放下对修行 B 目标的期待与渴望，以至于完全沉浸在 A 练习当中，这样你才能得到前所未有的专注、宁静与快乐，才有办法达到 B 的成果。就像你晚上睡不着、失眠时，你越想着要睡着，就越睡不着的原理是一样的。怎么样才能睡着呢？什么都不想，连想睡觉的思想也不要想，只要全身放松就会睡着了。但你越想要自己不想，你的头脑就越会想，这就是困难的地方。灵性的修炼亦是如此，越想着自己都修行了那么久，都练了好多年了，怎么悟道还没有半点影子呢？当你在修炼时越这么想，你就越不可能会悟道，因为你还紧抓着这个期待，还想着远方的目标，而不是此时此刻的当下。若你不处于当下，你就无法全然的清醒，全然的有意识。许多法门都是要把你带回当下的此时此刻。只要你在修行时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就离目的地更近了。所以阿吴教你，在你平常练习前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但是当你在下做时，或在运用方法练习时，就需要忘掉你的目标，全心投入哦。世人不知，你期待的状态其实只是头脑的运作的机制。
头脑需要不断的运转，那是它的惯性，也是你的习性。你期待的那个结果，只要头脑停止运作，或你不认同头脑时，就会出现了。你日日夜夜寻找的伊人，就在你的身边，不曾离开过，只是你认不出来。看起来相隔千里，却与你同在。就像辛弃疾的那首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的开悟是在极度绝望时，生无可恋时，是在想要自我了断的那一刻时发生的。因为这个人已经完全的失去希望，完全的没有期待，在最后的那一刹那间，痛苦到了极点，选择完全的放弃人生游戏，连头脑的希望、期望、期待、爱恨情仇的剧情都放弃了。那么，只要在这时有一个反观的契机，是可能会了悟的。但这是一种极端的现象，此人不是痛苦自杀继续轮回，就是放下期待与希望而了悟。阿吴没有要你如此极端，我只是在解释不期待的重要性。在这个星球，这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人生态度，不期待不代表人生消极忧郁。不，你搞错了，反而是因为你期待才会忧郁、痛苦。你是可以在生活保持积极乐观，而不期待的。不期待怎么运用在生活当中呢？你需要先从生活上的小事开始来着手，不要一下就好高骛远地认为可以对生活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期待了。阿吴来教你一个毁三观的不期待大法。这个练习分为2阶段。首先，第1阶段的第1步骤，阿吴给你以下3个简单的生活情境去练习。1. 到饮料店或咖啡店去点一杯你从未喝过的饮品或咖啡种类。如果你以前都喝美式咖啡，这次就点个摩卡。2. 在 YouTube 找一个你从未订阅与没看过的频道观看。3. 在你上下班的路途中，换一个你从未或很少走过的路线。人们总是习惯地走同样的路线上下班，这个练习请你换一个有别于以往的路线。第2步骤，在你去从事以上3项情境练习前，花30秒的时间告诉自己，你对接下来的全新经验完全不抱任何期待，完全不去预期会发生什么事。这30秒的自我暗示与宣誓是必须且重要的。这个不期待，不是说你在过程中不会有喜欢与不喜欢的反应，而是指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完全的不去预设结果，不去期待结果。是对结果的不期待，而不是对过程的不期待，记住这点格外重要。第3步骤，开始去从事以上3种情境，这时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你完全不期待结果会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更有感知，有意识地去体验其过程。当你发现眼前这个你从未品尝的咖啡是你喜欢的味道时，你会惊喜万分，你心里会开花，心情会美丽。而当你发现这个味道不适合你时，你也不会失望、生气或是懊悔，你只会说，哦，这个味道不太适合我，我不喜欢。因为，记得吗？你对于结果完全不期待。如果你在练习过程中真的可以进入那种对好事惊喜，对坏事也不失望的不期待状态，那么你就初步品尝了，模拟了一个了悟者每天的生活状态。那是一种面对这世界每天都是全新的、活活泼泼的状态。其原因是因为我们为自己制定了2个重要的设定：1. 全新体验与2. 不期待、不预期结果。当你第1阶段练习熟练了，就可以开始第2阶段了。第2阶段的第1步骤，请以下列3个情境来练习。1. 选一个你每天都要见面的家人或是同事。2. 选一个你已经订阅的 YouTube 频道的最新发行影片。3. 你每天上下班都走的同样路线。以上3个情境和第1阶段的不太一样，有别于第1阶段未经历的，这是你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生活小事。第2步骤，要经历这些情境前，先用30秒的时间暗示并向自己宣誓，要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期待，
不去预设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以一种拽拽的 who care 的态度去面对。当然，还是要再次强调，不是对过程的无感，而是对结果的不期待。过程你还是可以去感受，去偏爱与感到不适或讨厌。第3步骤，当你暗示自己不期待结果后，开始以上3个情境来练习。这次，当你不期待的心态调整好了，当面对每天都要遇到的同事或家人，如果今天他们心情好，以微笑和你打招呼，你会很惊喜并开心地和他们相处说话。但如果他们今天状态不好，以臭脸或带有负面的话语面对你时，你也不会太失望、愤怒，你只会在心里说，哦，他心情不好，因为你完全不期待和这个人互动的结果。Who cares？ 以上就是这次的回家作业。如果你认真练习并体会这个毁3观的不期待大法，你的心情、你的人生将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在练习此法时，在自己心里默默地做，不要张扬，不要告诉别人说反正我已经不期待了，那样别人会误会，引起许多伤害与仇恨。记得，此不期待并不是出于负面的心，而是出于对于结果有更多元与包容的心，这种初心才对哦。不期待的练习会让你变得更潇洒、逍遥，那才是生命本来的样子。下课，拜拜。